上扣一个1啊。咱们今天讲的是组合花瓣的练习机应用。那么在这里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是什么。工具呢就是雏菊笔，还有我们的这个万能笔。万能笔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啊，前2天我让大家准备工具的时候，大家就有懵掉的，对吧？万能笔也叫做小毛笔啊。但是这个小毛笔呢，它可不是咱们画水彩的小毛笔，它是我们去做这个彩绘胶的小毛笔。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感觉就是万能笔的样子啊，然后这个感觉呢就是小毛笔的样子。还有虽然我的这个万能笔不是特别好了，但是它呢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小的一个圆形的感觉啊。然后呢这2个都叫做雏菊笔，这个叫做小毛笔，也叫做万能笔。了解的打了解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去进行绘制的时候，我们除了笔的选择，再就是彩绘胶。我们再去画彩绘的时候，用彩绘胶去进行绘制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去练习花型的一些工具。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我要讲解的呢，是我们选择去画的时候我们的取胶方式，好了，取胶方式在这里我直接给大家演示啊。然后我今天用到的是雏菊笔和万能笔。然后在用笔之前，我们要先把笔尖给它洗一下啊，把笔尖洗成这种软软的状态啊。然后洗完笔了以后，看一下笔尖呈现的感觉是这种感觉的啊，好了，我们把上面的洗笔水擦掉。小毛笔呢，我们也去洗笔。在洗笔的时候，我要强调不要这样子去洗，听懂了吗啊？然后沿着杯壁这样子去洗，给它洗的毛质散开就好了。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小毛笔洗完了以后的感觉啊，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有讲到小毛笔呈现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大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跟我们平常的毛笔有一点点的像，对不对？好了，然后接下来第2个取胶的方式啊，来，我用到的是黑色啊，我一会儿会用白色给大家去做花卉的演示，但是接下来我用到的是黑色。那么我们的雏菊笔再去取胶的时候怎么取？来看，这样子去取胶，能看得懂吧？来回翻转你的笔尖，这样子去取胶啊。来，好了，这个是雏菊笔的取胶方式。然后取完胶以后，我们的笔尖是呈扁平状的，看懂的扣懂啊，这是取胶方式。雏菊笔的取胶方式啊，雏菊笔的取胶方式呢，就是我们取完胶以后，笔尖是呈扁平状。好吧，然后我们小毛笔的取胶方式也是万能笔的取胶方式啊。万能笔取胶了以后，笔尖保持原状，听懂的扣懂啊，笔尖保持原状，它还是那种感觉啊。我把这个笔加一下来看。然后我们的小毛笔取胶的时候怎么取啊？就是这样转着去取，看到了吧？刚才这个是翻动，这个是转着去这样子取的。转动着去取，然后取的我们笔尖的感觉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取出来笔尖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再去进行取胶的时候啊，万能笔是保持原有的笔尖状态啊，然后这一个呢是翻动取胶，对吧？这个是翻动着取胶啊。然后这一个呢是翻动取胶，这一个呢是上下来回的去取胶，能理解吧啊？上下来回取胶。好了，关于第2点取胶看懂的扣2啊。关于第2点取胶的看懂的扣2。那么我们再来一次啊，你像我们的雏菊笔取胶的话，就是来回上下这样翻动着去取，然后取出来的胶呢，笔尖呈扁平状啊，的感觉啊。然后我们的小毛笔去取胶怎么取呢啊？是这样翻动着啊，这样子翻动着转圈的形式去取，就是我们的每一个面上都有胶，然后它呈现的状态呢是原有的笔尖的状态，这样子去取胶，好吧？这个取胶挺关键的啊。然后接下来我来讲第3个，在去画花型的时候，我们的转笔技巧，画花瓣的转笔技巧。在这里记住啊，画花瓣的时候转笔技巧是起笔轻，中间重，压笔
抬笔轻啊。还有一种方式，这个是起笔轻，起笔轻，然后中间压笔，抬笔轻啊，这是第一个方式。还有第二个方式啊，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起笔重，抬笔轻，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啊。起笔重，抬笔轻。好了，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什么呢？第三种方式是起笔重，拐笔，抬笔轻。起笔重，转笔，抬笔轻啊。起笔重，转笔，抬笔轻，理解了吧啊？起笔重，转笔，抬笔轻。那么我们转笔的话，我们从哪儿转啊？抬笔轻。好了，来，接下来呢，根据这些，我开始给大家进行演示了。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准备好你的工具啊，在你的本子上，或者另拿一张干净的纸儿啊，干净的纸，或者是另拿一张本子纸，跟着我演示。首先，我先讲的是雏菊笔啊，我在这里写一写雏菊笔，这个是用的雏菊笔。雏菊笔再去进行彩绘操作的时候，放大一下啊。好了，如果说我们是在竖立笔尖的情况下，来看啊，来竖立笔尖的情况下，起笔重，抬笔轻。你看它这个花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花瓣？有没有像小雏菊花的一样子的花瓣？看到了吧啊？竖立笔尖，起笔重，抬笔轻。这一个是竖立着笔尖，竖立笔尖。起笔重，抬笔轻，抬笔轻啊。好了，再来看一遍啊，我再给大家画一遍。如果我们画完了第一个瓣了以后，你看它的笔尖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说我们再去运笔啊，再去运笔，然后来竖立着笔尖，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笔尖现在是竖立着的？竖立着笔尖压下去，压啊，你可以往前怼一怼都没有关系。然后轻轻的抬起笔尖来，这个就叫做起笔重，抬笔轻。大家可以多做几个啊，大家可以多去做几个。每一次去画花瓣的时候，都要重新的去润一润笔啊，重新的去找一找这个形，然后压下去，起笔重，抬笔轻。这是第一个方式。这个看会的打会啊，这是第一个方式，竖立着笔尖，起笔重，抬笔轻。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平着笔尖，平着笔尖啊。好了，来看平着笔尖，我们在画的时候，来看这个花瓣呈现的状态啊。同样的，先去润润笔。好了，来竖立着平着笔尖再去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你看我这地方还没有写啊，所以说我们压笔，如果你在这儿轻的抬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地方是粗的，能看出来吧？所以说我们要压笔到这个地方，略微的抬起笔来转转笔，压笔到这个地方略微抬起来转笔收。啊，再来一遍啊，这个颜色有点不太多了。看啊，压笔到这个地方略微的抬起来，转一转笔尖收。这个就是平着笔尖去画的花型，能看懂的打懂啊。平着笔尖，起笔重，压笔啊，然后拐弯收笔。收笔的时候要轻收啊，要轻收笔。好了，再来给大家画一个啊，再来给大家画一个。来，接下来啊，来看了啊，宝宝们，这边啊，我往这边来一点点。好了，来这里啊，看啊，压笔、转笔，抬起笔尖来了，收，像不像个小括号啊？像不像个小括号？它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的啊，哎，明白了吗？它的这个走向是这个样子的啊，再来一遍。好了，压笔，你看笔尖啊，拐过来，轻微的抬起来收啊，这个就是平着去画这个花瓣的感觉。这个看明白的打明白，这个看明白的打明白啊，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进行用雏菊笔画花型的一些笔顺啊，一些笔顺啊。好了，接下来再来一个啊，竖立着笔尖，竖立笔尖，向左侧拐笔啊，竖立着笔尖向左侧拐笔。来看，
我们接下来呢，把笔润一下啊，把笔润一下。好了，竖立着笔尖儿啊，向左拐笔，收。能看出来这个瓣的感觉了吗？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向左侧拐笔啊，来，竖立着笔尖儿，向左侧转个笔尖儿，拐笔收。这个花型能看得懂吗？再来一遍啊，来，笔尖上的焦亮也不要特别的大啊，竖立着笔尖儿，转一下笔，看到了吗？向左边使劲儿转，收。啊，这个感觉，这个我画的夸张。那这个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竖立着笔尖儿，拐过来压笔尖儿，轻微的收起来。这个看懂的扣3啊。然后接下来第四种方式啊，第四种方式再小一点啊，我再小一点，能看得懂是吧？第四种方式是竖立笔尖，竖立笔尖向右侧拐笔啊。竖立笔尖向右侧拐笔，来看这个难啊，这个难，所以说这个比昨天的那个难，我就从开始教你们怎么去顺笔开始啊。好了，来，也是竖立着笔尖向右拐，然后再收，能看得懂吧？这一个感觉啊。好了，咱们再来一次啊，竖立着笔尖压，我这个夸张了一点啊，转收。我这个画的夸张啊，方便于你们看。再来一次啊，竖立着笔尖压笔转收。好了，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啊，看这个方向啊，这样子。这个呢是竖立着笔尖向右压笔转收。好，这个都能看得懂吧？这个都能看得懂吧？那么我们这个呢是雏菊笔的一些笔顺啊，简单入门的一些笔顺。我没有今天教特别难的东西，因为昨天大家画的手都酸了，对吧？你们的一些反馈我也看到了，所以今天呢咱们简简单单的来啊，简简单单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万能笔，万能笔或者是叫做小毛笔，小毛笔啊。好了。那么小毛笔它有一个记法，就是我们的第一种，起笔轻，中间压笔，轻抬笔啊。第一种啊，起笔轻，中间压笔，抬笔轻啊，抬笔轻。好了，来看，那么我们现在呢拿出来小毛笔了，我们起笔轻，中间压笔，抬笔轻。来看一下啊，起笔轻一点，中间压笔，抬笔轻。看出来这个花瓣的质感了吗？有没有看得出来啊？来，再来一遍，起笔轻，中间压笔，抬笔轻。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再来一遍，再取胶啊，再取胶。每画一个瓣都要去重新的润一润笔啊，重新的去润一润笔。再来一遍，起笔轻，压笔，抬笔轻。啊，再来，起笔轻，压笔，抬笔轻。啊，这个就是一个雏菊笔画的感觉。那么雏菊笔在画的时候啊，虽然我教大家是来回这样运笔，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让雏菊笔好用，你也可以给它压出来一个扁扁的感觉。能看得出来笔尖是扁扁的感觉了吗？现在啊，笔尖是扁扁的，然后也是竖立着笔尖，轻轻的啊。你看到会有一些老师，他会在去画这个花型之前，他会轻轻的去描，描了以后再压笔，再收。理解了吧？这个理解的打理解啊，这个理解的打理解，就是我们可以把笔尖给它运成一个扁扁的状态啊，一个扁扁的状态，然后再一次的啊，你看啊，有的老师他会这样子去这样子，哎，轻压抬轻，这个会的打会啊，这个会的打会。那么万能笔再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万能笔的第二个啊，比如说起笔重，抬笔轻，来。万能笔它这个是这样子的啊，轻实轻啊，这样子的啊，轻实轻这样子，哎，下来啊，好了，会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万能笔的第二个啊，起笔重，抬笔轻，起笔重，抬笔轻啊。好了，
重抬笔轻，来看，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全部的给它涂上去，我们上颜色，它就是小毛笔状啊。然后我们呈现小毛笔状的时候，起笔重，抬笔轻，看出来这个花瓣的不同质感了吗？看出来这个花瓣不同质感了吗？再来一遍啊，来，压笔，托笔，收。看会的打会啊，再来一遍啊，压笔，托笔，收，是这个样子的，好了，然后最后一个拐弯啊，最后一个我们要起笔重，转笔，抬笔轻啊，第三个起笔重，转笔，抬笔轻，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再来看，都能会是吧？今天讲的这个是不是比昨天好吸收？今天你们觉得难吗？这一页不难啊，这一页不难。好了，来，我们接下来起笔重，转笔，抬笔轻。来看，起笔重，转笔，抬笔轻，能看出来吧？这个感觉啊，起笔重，转笔，抬笔轻。来，接下来这里啊，起笔重，转笔，转，抬笔轻，好吧？那么别的瓣怎么画呢？起笔重，转笔，抬笔轻，看得懂吗？能不能看得懂？然后呢，我画竖向的瓣怎么画啊？起笔重，转笔，略微转一点点，抬笔轻，竖向的瓣啊。然后再来一个小一点的竖向瓣，起笔重，转笔，抬笔轻，能跟得上吗？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地方就要有到转笔啊，起笔重，压笔尖，转笔，抬笔收啊，好吧？来，再来一个啊，你比如说我们想画一个长条的，这个是刚才我用的是圆头的感觉，现在我们想画一个抬笔轻，起笔轻，中间压笔，拐弯抬笔轻的话啊，我们先把这个笔尖给它运成这种扁平状，刚才是圆圆的状态平着，现在扁平状的话来看，我们轻一点啊，压笔，转笔，转过来，能不能看得明白？这里再来啊，我再小一点屏幕啊，因为这个黑色还是比较明显的，能懂啊，能懂。好了，咱们再来一个从右往左拐的啊，把它运成扁平状啊，然后这个地方就要拐手了啊，这个地方就像 S 一样拐手了。来看，起笔轻，转笔，转过来收，这些都掌握了的打掌握。然后手感现在大家能找到吗？手感现在能找到的打能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教花瓣了，这个就是一些基础的技法，就是我们这个笔尖的基础技法啊。好了，来，可以是吧？可以我就拿走了啊，这个可以我就拿走了。你们一会儿呢，如果说想要反复去看，跟着练习练习啊。好的，这个我拿走了。然后接下来我来教大家的是几个花型啊，这个开始难了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花型啊，我提前写的：玫瑰花、小菊花、一瓣花、二瓣花、三瓣花、郁金香，这些都是大家平常能够用得到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讲的是组合花瓣的技巧，刚才那个就是技巧啊及应用。组合花瓣的技巧及应用，第一个我来教你们的是玫瑰花。今天我还有一个别的技巧，让大家如何学会做层次花朵啊。然后我们先从简单到难的去说，好吧？来，我们呢准备一个奖片啊，准备一个奖片。然后呢，我今天用白色的彩绘胶给大家画啊，用白色的彩绘胶给大家画。好了，来啊，然后呢，我们涂上的是透白啊，用透白色。我换一个颜色了，我怕透白色你们看不清，换一个深色，换一个蓝色。透蓝色。
第一层颜色涂不匀很正常啊。老师看看最后一个的笔记行吗？来，我给你啊。最后一个，这个会画吗？不会画，我再给你画一下啊。这个不会画的，我再给大家画一下，没有问题啊。你看，但凡有尖尖的啊，明白吧？你们总结一下啊，但凡有尖尖的，就是竖立着笔尖去画的，听懂没？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有尖儿的，花瓣上有尖儿的，就是竖立着笔尖去画的，竖立笔尖绘制啊。然后，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花瓣的处这个地方是圆的啊，有圆的感觉，它就是平着笔尖去画，就这么简单啊，平着笔尖去画。OK 不 OK？OK 不 OK 啊？然后这个不会画，我再教你一下啊。这个不会画，我再教你一下。来，雏菊笔拿出来了以后啊，我们去把它运成雏菊也好，或者是这个也好，我们把它运成这种扁扁的感觉啊。然后压下来，转一下收，能懂了吗？懂的打懂啊！来，我们压成扁扁的感觉，它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子压下来，转笔收啊，这是尖尖的感觉。如果说我们正常运笔的话，它就是一个圆圆的感觉了，对不对？圆圆的感觉怎么样啊？压下去，转收，会的打会，会的打会啊。因为那一个灯，那一个胶我没照灯，所以说它会污染了我这边的东西，所以我就拿到旁边去了啊。会了的打会啊。好了，我涂了2层了，照灯去。昨天咱们是有讲这个画的花型，也有宝宝用小毛笔，也有宝宝用小毛笔画了玫瑰花，所以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先画一个玫瑰啊。好了，来，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擦干净了以后再洗笔，因为上面有多余的彩绘胶，你再去洗笔的话，这个彩绘胶也容易洗不，这个洗笔水也容易洗不干净。所以我现在用的是小毛笔啊，用小毛笔来去洗了洗笔啊。握笔姿势，老师说一下，握笔就是这样握的，我就是这样握的，看到了吗？转笔、压笔、转笔、托笔、抬笔、收，我握笔就是这样握的啊。握笔咱们平常拿笔写字怎么握，然后我们画花就怎么握，理解了吧？好了，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先讲第一个玫瑰花。其实玫瑰花和我们昨天画的花型是一样的啊。来，无非就是这次是换了笔尖了，然后笔尖再去润笔的时候啊，这个笔尖含胶量不要特别大。好了，来，我们接下来来画了啊，看啊，小的玫瑰花，你看一个小括号，一个小括号，看出来了吧？能看得懂的打能啊，来调一调。好了，然后接下来再来啊，我们每一次去画了以后都要去润笔的啊，都要去重新的找笔型。然后你看一个小括号画过来，转笔了是吧？这边你可以给它转出来一点点，可以啊。然后这边也是，你看一个小括号压过来收啊。然后这里也是，你看一个小括号压过来收。要收的地方一定要收的好看啊。然后这里压下来转一下收啊。然后这个地方压下来转一下收。这个会了吧？然后这里你看压下来转一下收，这个玫瑰花这不就出来了吗？然后那如果说我的这个玫瑰花我想让它翻瓣，然后我不想让它做的这么死板，然后你就这样子去翻瓣收，这个地方这样子翻瓣收，其实用的都是我们刚才练习的那些技法啊，收收，玫瑰花出来了。这个会的打会，不会的再来一遍没有关系，这个不难啊，会的打会，需要我再来一遍的就再来啊，好吧？你们练的怎么样？如果昨天再来一遍啊，如果昨天大家把这个玫瑰花花型画好了的话，这个就不难啊，这个就不难，再来一遍啊，来，再来一遍，直接擦掉啊。好了，来，再来一遍啊。
然后我们翻动着笔去取焦啊，翻动着笔去取焦。来，再来一遍啊，这2个小括号啊，就是最小的，对吧？这2个小括号最小。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压笔画括号，转笔收。那么也要按照我们的讲的，用这个一半去压下面的这一半，这个半打开，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用这一半去压这一个半，打开啊。然后我们再用这一个半去压这一个半，对吧？然后这里你看，我就这样顺下来，这个不难啊，这个不难。然后我们如果说画大瓣的话，你可以再这样顺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呢，再可以这样顺一下。这个会了吧？这个会的打会啊，这个会的打会。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玫瑰花的感觉。当然，这个玫瑰花的话，如果我们这样子看，它是不好看的。你这里边可以调色啊，可以调色，用2个色混合做，理解吗？用2个色混合做啊。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给你们调个色去看一下啊。再擦掉啊，大家不用擦啊，你们都不用擦，你们放在旁边就行了。好嘞，然后调个紫色吧，调个紫色。来，我取出来一点点的紫，然后再取出紫色来了以后啊，我把白色调过来一点，好了，然后再去取色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取点紫，取点白，好吧？这样子去润笔啊，然后再来一次，你看，它带有一点点的颜色，这一个玫瑰就好看了，能看出来吧？老师，好的，来看，它带有一点点的颜色啊，这个玫瑰花就好看了，来。就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啊，量不要特大啊。然后玫瑰花还有一个技巧哈，用一个瓣包2个瓣啊。玫瑰花还有一个技巧，在画这里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大瓣去包在2个瓣之间，看到了吗？一个大瓣包在2个瓣之间啊，一个大瓣包在2个瓣之间，然后收进来，这个就出来了啊，这个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玫瑰花的圆笔玫瑰的感觉啊。好了，然后这个呢，我就留下了，照灯去啊，照灯。好，这是第一个玫瑰花啊，玫瑰花。老师上面可以叠加水彩晕染吗？可以，那个是可以叠加水彩晕染的，理解吧？然后这个啊，我一会儿我再说一个。这个如果说我们一会儿做款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去做啊。然后这是第一个啊，玫瑰花。然后第2个我要讲解的是什么？第2个我要讲解的是雏菊花啊，雏菊花，小菊花。这个用万能笔做啊，这个用万能笔，或者是叫做小毛笔去做啊。这个呢要用到雏菊笔，来雏菊笔去做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把雏菊笔拿过来，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奖片啊，再准备一个奖片。玫瑰花这个花型画出来了，这个就挺简单的，对不对？这个跟昨天用的工具不一样，不一样。我不是提前通知了大家了吗？用的是这个雏菊笔和小毛笔，雏菊笔和万能笔啊。今天用的工具和昨天不一样，昨天是拉线笔，昨天全程用的都是拉线，对吧？因为我昨天本来想把那个笔顺的那个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大家都觉得难，所以我都放在了今天讲啊，我都放在了今天讲。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雏菊花。这个雏菊花呢，我给它换个颜色啊，我用黄色，用的是蜜蜡色啊，黄色去做。来看，蜜蜡色。我教你们做第1种，我们可以做层次花瓣的方式啊，一定要用透色胶去做啊。好了，来，接下来照灯啊，这一层照灯去。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上
颜色了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上颜色了，这是玫瑰花。接下来我们先来取白色的彩绘胶啊，白色彩绘胶。然后我们在用这个白色胶的时候呢，要拖拉笔尖儿翻动着，来回这样翻动着去取，有没有问题？来回翻动着去取啊，翻动着去取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画菊花的时候啊，第一个菊花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要竖立着笔尖儿，轻笔压笔抬笔收。明白不明白啊？竖立着我们的笔尖啊，轻轻的压笔再抬起来收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啊，看我们轻轻的压笔、抬笔、收。你看这个小菊花的花瓣好看不好看？这个小菊花的花瓣好看不好看？那么再去画这个瓣的时候，每一个瓣都要有间距啊，每一个瓣都要有间距。好了，来再一次的去运笔啊，再一次的让笔尖呈现扁平状。再来，这个瓣画的多长，这个瓣就要画的多长，压笔、抬笔、收啊。那个瓣画的多长，这个瓣就要画的多长。再来，再一次的去运笔啊，然后压笔、抬笔、收啊，然后再来压笔、抬笔、收啊。好，这是竖立着笔尖去画啊，竖立着笔尖去画的。然后接下来这里也是。竖立着笔尖儿，压笔、抬笔、收啊，然后再来压笔、抬笔、收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小地方。你看我这个地方我压笔压的就很狠了，压笔压的狠的话，它就不出现这种竖立着笔尖的感觉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它在第一层上没有关系啊。压笔、抬笔、收啊，好，然后接下来这里。竖立着笔尖，压笔、抬笔、收，好了，这就是第一层。第一层的小菊花的感觉出来了以后，我们先去照灯啊。这一层彩绘胶一定要照干啊。那么我们再去用雏菊笔画小菊花的时候，要竖立着笔尖，竖立笔尖，压笔、抬笔、收。对吧？我们画玫瑰花的时候，压笔、转笔、抬笔、收啊，它不一样的啊，它不一样。好了，那么第一层咱们照灯以后，如果我想做二层叠加，来，我在上面收的不够自然，收的时候轻巧一点啊，收的轻巧一点，不要就是太快，慢慢的给它收起来啊。好了，我们来做二层的时候怎么做啊？我们在这一层的彩绘胶上面叠加一层透色甲油胶，这个颜色你们随便换，听懂没？这个颜色大家随便换啊，你们愿意换啥色换啥色。不牵扯啊，不牵扯这层颜色。好了，我们去进行了涂色，这是讲的层次啊，层次的第一种用法啊。好了，照灯去，这是讲的层次的第一种用法，就是透色上面叠加透色。来，我在这里写一写哈，层次彩绘的第一个技法就是透色上面叠加透色。好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小菊花呢，它的这个第二层比第一层要短，第二层比第一层要短啊。好嘞，来，那么这个照干灯以后了，我们按照同样的技法，然后第二层要比第一层短，然后要插空去画，插空绘制啊，插空绘制。好，来看。然后我们的第二层同样的啊，我们把笔尖上多余的胶给它刮掉，刮掉了以后啊，压笔、抬笔、收，是吧？看出来了吗？来，再来压笔、抬笔、收啊。我画的快的话就很快，这个小花花我可能就1分钟就搞定了啊。收，来压笔、抬笔、收啊。这里压笔、抬笔、收啊。这里压笔、抬笔、收啊。这里
压笔抬笔收啊，然后最后一个压笔抬笔收。这个看懂的打懂，这个看懂的打懂。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用拉线笔去取一点点的咖色胶啊，取一点点的咖色彩绘胶啊，在这个位置，咱们呢就点点点就行了，你不用画圈圈，你就在这里这样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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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把它的花心给它点出来。你看看这个层次的小花好看不好看？我有一个教程，款式教程就是这样子画的啊，然后给大家搭配的是魔镜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好了，这个就照灯去，这个学会的打学会，这个学会的打学会啊。长出笔记了，我这个是编辑编那个啥的啊，这个笔记不多，今天这个笔记不多啊，笔记不多。好了。那这一层呢，咱们就完成了，这就是一个小菊花的感觉。你如果想画一层，你就画一层；想画两层，画两层。听明白了吗？想画一层呢，你就画一层，然后点上那个小花心就行了。想画两层就画两层，就这样子去叠加。你看它是一个层次的感觉，对吧？好了，那么照完灯以后呢，我这个就要加固封层了啊。大家在做的时候就要加固封层，但是我呢就不上加固了，我直接给它封层了啊。不封层的话，这个甲面是黏黏的感觉。有没有感觉今天的课程比昨天的要简单？有没有感觉今天的课程比昨天的要简单？发现了吗？你们学了昨天的课程，再学今天的课程，有没有发现今天的简单？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掌握了花型的基础了，所以你再去学今天的课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简单一些。我们的花型定位大家掌握好了，再去画这种花型的时候，它就会随意性强一些啊。来看，我们先去打磨这个位置啊，因为指尖这个地方不够圆润啊。我希望我今天强调纪律哈，我希望大家在交作业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不要糊弄。为什么这么说啊？你满意了以后你再交，你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连交也不要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糊弄的是自己，不是我们，听明白了吗？所以对于作业来说，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啊，认认真真。你想想，咱们认认真真的做上一遍，不比咱们糊糊弄弄的做上一遍要强吗？是吧？反正练也是练了，练咱就要一个好的结果啊。我强调一个纪律啊。好的，来擦一下啊。然后我们呢，接下来第二个花型，我教大家的是一半花啊。一半花我分为竖笔和平笔去画啊。然后来，还是用这个蓝色吧，蓝色我觉得比较的颜色深，大家能看得出来啊。好了，来涂上一层颜色啊。好，照灯去。这是今天的第二个啊，小菊花。然后第三个我们讲的是一半花啊。第三个我们讲的是一半花。一开始画玫瑰花型怎么都画不好，画多了别的花，玫瑰花也不难了，是不是？对的，这个东西你看，你昨天画的你觉得难，你今天再画这个你就会觉得不难了啊。第三个一半花，什么叫做一半花啊？然后我们用竖立着笔尖的形式，竖立笔尖，哎呀，今天写的这字，竖立笔尖和平铺笔尖的形式哈。去讲解啊，去讲解。你看今天笔记也不多，操作的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彩绘，还是要多动手啊，多动手。来，第二遍颜色啊。大家有问题就问啊。然后，如果你觉得我画了好几天，我这个花型还不行，该1对1就1对1啊。好的，有可能就是存在着大家就是转笔的一个技巧，因为玫瑰花讲究的是转笔嘛，对吧？可能就是存在着转笔的技巧啊。好了，来拿下来调色盘啊，拿下来调色盘。好，一半花，如果我们是竖立着笔尖去画的话啊，来看，我们把笔呢用雏菊笔、小毛笔都行啊。来，我们就是压笔、托笔、抬笔、收，这就是一半花，理解了吧啊？好了，来再来一次啊，来这边啊，你看我们要找花型了，压笔、托笔、抬笔、收。
这是一半花啊。然后这里也是，你看啊，压别、托别、抬别、收啊，这就是一半花的感觉。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压别、托别、抬别、收啊。然后在这里，你看像不像昨天我们画的那个圆形五瓣花、菱形五瓣花的定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让大家去把这个花型画好，才去讲这个啊，都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好了，这个就是一个把笔竖立出来画的花型，看懂的打懂。接下来第二个花型要把笔平着啊，那么我们就把笔平着了。看啊，平着，平着的这个时候你要略微的转转笔，如果不转的话，来看，如果我们直接平着这么画，你收起来，它的这个花心处是不好看的，你看出来了吧？发钝发粗，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平着以后转个圈圈，略微的收起来，就是平着以后略微的往右拐一拐，往左拐一拐去收起来就好了。那么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啊，要略微的这样拐一拐，去收这个笔尖儿。听懂的打懂。我们这个位置呢，要略微的拐一拐，去这样收这个笔尖儿。听懂的打懂啊，懂。好了，来，咱们来绘制了啊。这个是平面的啊。今天讲课能跟得上吧？今天我讲的课能不能跟得上啊？好了，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取胶啊，取胶。如果是扁的状态的话，我们把笔尖平着向下画，然后略微的往左转一转，收。你看这个笔触感了吗？有没有看到这个笔触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笔触感啊，就是往左面略微的拐一丢丢，但是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多啊，我们就是为了收笔尖的。好了，这边也是啊，你看我平着笔尖压下去，往上走，拐收。我画的有点远啊，我是为了让大家看，然后我这个要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找一个印章，刚才还看着我的印章了呢。不用印章了，我这样给大家画吧。然后我们竖立笔尖的时候啊，竖立笔尖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压下去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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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呈现的花型呢，呈现的花型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感觉啊。大体的给大家画一下，是这种修长的感觉，修长的感觉。但是我们平铺笔尖了以后啊，再来画一下平铺笔尖。平铺笔尖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花型呢是这个样子的，对吧？然后，那么我们平铺笔尖了以后啊，我们去进行绘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花瓣呢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和这样子，能理解吗？能理解吗？啊，好了，来，我这个我那个擦了啊，我这个我单独给大家画一个，因为这个挺难的，平的这个很难，所以我们的这一个一半的五瓣花的竖立的学会的打学会，这个学会了我就照灯了啊，没学会我再画一遍，因为我把下边的擦掉了，没学会的说再来，我再画一遍啊。再来一遍吧，你们再看一遍啊，看一遍是一遍，对吧？好了，再来一遍啊。来，竖立着笔尖哈，压下去，收啊，竖立着笔尖看啊，压下去，收啊，竖立着笔尖画小的了，这是压下去，收。如果说我这次压的不好怎么办？你再描一遍啊，收，明白吧？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找到这个第四瓣的一个感觉，压下去收啊，然后找到第四瓣的一个感觉，第五瓣一个感觉，压下去收啊，这不就是一个转笔转不好，转笔转不好，练一练啊，练一练。来看这一个，你看是不是小的花就出来了？这个照灯去啊，这个就是一朵一瓣花，一瓣花啊。转的时候不要刻意去转，慢慢的转一下就行啊。来看。平着放下去，慢慢的抬笔的时候转，平着放下去，慢慢的抬笔的时候转，看懂的打懂啊。平着笔尖放下去，慢慢抬起笔来转。那么在转笔的时候，这个花瓣大约是在这个整瓣的2/3处就开始提笔了，会了吧？墨。
好了，来擦掉它啊。然后这个就完成了，然后我们这个呢，给它涂上我们的封层。大家在涂的时候啊，先加固再封层 ，OK？ 大家在涂的时候先加固再封层啊。我呢就省时间了，直接封层了。好了，稍等，然后接下来我们画圆形的5瓣花啊，圆形的一笔成型的5瓣花。和小逗号差不多，是的，但是小逗号它在画的时候，我们小逗号一般我们写小逗号的话，我在这个地方吧，你看我们一般写小逗号的时候是点儿这样逗，对吧？那我们点儿这样逗的话，我们的玫瑰花合适，但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是这样子，慢慢给它拐一个小弯弯，拐一个小弯弯，它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你看，拐一个小弯弯，理解了吗？小逗号是怎么样？小逗号是这样子的，对吧？玫瑰花的话，我们是用小逗号，但是这个的话，我们是这样拐一个小弯弯，它呈现的花型是这样的，理解吗？我们打磨一下这个啊，小逗号的尾巴短，身子大。今天的这些大家觉得难吗？其实雏菊画花型很简单，它比我们用拉线笔画的花型要简单啊。这会儿明白了，明白就行啊，明白了就记住它，好好练啊。好了，来我们上色啊，我们上一个这个蓝色，蓝色明显一些啊，上蓝色。好了，来上去。还有不懂的再问啊，争取今天啊，大家都不受难为啊！昨天难为的大家不行了，今天争取大家不受难为啊！再来2层啊，2层颜色。好了，照灯去啊，照灯，2层颜色照灯。还有不懂不明白的再来问我啊，然后我们现在学的是平铺笔尖的方式啊，好了，2层颜色照灯完毕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先去润笔，先去运笔取胶啊，然后在取胶的时候呢，来回翻动笔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平铺啊，就刚才这个我讲解的这个窍门，然后呢，我们压笔啊，然后略微的，你看2/3处你要抬笔了，你就转圈了，明白了吧？再来一遍啊，因为这个地方我抖了，你看压笔到了2/3处的时候，我就转圈，略微的抬起来一点点，收起来就行了。这个小逗号会了吧，宝宝们啊，再来一遍啊！你看我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向下压，然后压到这儿了之后，我要抬笔了，就略微的抬起来一点点。会的打会啊，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你看我的箭头都给你画明白了啊，转过来要抬笔了，收，是吧？啊，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你看要压了啊，压，转。拖收，看到了吧？我画的分散啊，大家在画的时候不要这么分散啊，这么分散不好看啊。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就是这样子也行，或者这样子也行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子去做，你看转收，就一下就出来了，会了是吧？会了啊。然后这个呢，也可以做2层，然后我接下来呢，这个先照灯，我教你们第2种做2层的方式啊。然后这是第2层，是不是？这个是第2层。我这里教你们，我画的死板的原因就是不会转笔，是吧？现在会了吧？其实不光转笔，还有就是我们再去取胶，笔尖怎么落也有讲究。你们发现了吗？除了我们会转笔以外，今天我还讲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笔尖去取胶，这个笔尖是呈扁平状态的，还是呈竖立状态的？怎么去下这个笔也有讲究。所以这些都是重点啊。第2层的那个层次彩绘啊，这个窍门教给你们啊。中间涂红色的
红色的甲油胶啊，甲油胶做渐变啊，做渐变啊，这是第二种方式啊。来，那这一层我已经照完灯了，这是第一层花瓣我已经照完灯了，然后接下来我要拿出来那个蓝色的甲油胶。然后在中间点点甲油胶，这个简单吧？在中间点一点点啊，点完一点点了以后，我们用一个不用的或者是废掉的除局笔啊，废掉的除局笔，不用的除局笔或者是拉线笔啊，去把这个胶给它拍散开来，轻轻的啊，不需要特别的大，轻轻的给它拍散开来。好了，这一层甲油胶照灯去。这一层甲油胶照灯，照灯。然后照完灯以后来，我们直接叠加2层瓣啊，直接叠加。来看，我们取胶啊，来回的，然后我们还是第2层瓣比第1层瓣的层次要小，凭着笔尖向下拖啊。凭着笔尖向下拖一点点就行了，然后这里凭着笔尖向下转着拖啊，然后这里凭着笔尖向下转着拖啊，你看都有拐弯的啊，这里你看我这样转了啊，凭着笔尖转一下，凭着笔尖转一下，你看看咱这个双瓣花是不是就画出来了？双层花的彩绘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这一层再照灯去啊，再照灯。这一个学会的打学会，这一个学会的打学会哈。照完灯以后，我们再去取这个蓝色的这个甲油胶。所以说，有的时候彩绘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中间点上点点，中间点上点点啊。拉线笔，拉线笔这样挑一挑它啊。这个就是双层花的第2种方式。好了，然后就着有胶的情况下，取白色的彩绘胶点点小点，点不上，点上了。好了，这个你看好看不好看呀？然后接下来就照灯去啊，照灯，照灯之后加固封层啊，照灯之后加固封层。画出来了吗？宝宝们跟着我在操作的宝宝画出来了吗？画出来了打画出来了啊，画出来了打画出来了。这一个用雏菊笔用小毛笔都行啊，用雏菊笔用小毛笔都行。好了，然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封层了啊，加固再封层啊，这样子的一个圆形的5瓣花就出来了啊，圆形5瓣花就出来了。画出来了，就是样子有点怪，就是分布的这个布局不太好，是不是？布局不太好，布局需要练啊，布局需要练。就是你这个花瓣的每一个瓣的定位的这个地方是需要练的啊，笔尖收出来不好看。转的时候啊，再来说一遍，在转的时候啊，我画大一点，在转的时候，你这个花瓣如果画的很大的话，你转到这个花瓣差不多2/3了，你就这样子慢慢的去抬，理解吧？根据你想画的花瓣去抬，在整个花瓣的2/3处就开始抬。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我直白的说哈，就是我们压笔了以后，直接可以转笔抬，听懂没？你要画这个小的5瓣花的话，你现在试哈，你压下笔尖去，直接转笔就抬一下就行了。你试试，是不是现在的手感要好了？是的，和我说是啊。你现在手感比刚才要好了的，现在说是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画2层瓣啊，2瓣花。什么叫做2瓣花？是不是现在手感要好了？比刚才，你看啊，我都知道大家在去画花的时候容易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好了，接下来第4个了，第4个叫做2瓣花啊。2瓣花，什么叫做2瓣花呀？就是2笔并一瓣，2笔并一瓣。2笔并一瓣，我们今天的代表是樱花啊，樱花。2笔并一瓣啊，好，来再拿一个甲片，
樱花一般是粉色的，对吧？我们接下来打个粉底儿啊。所以说你在去进行搭配的时候我们什么样子的花配什么样子的底儿也是有讲究的，对吧？如果我们不知道樱花它配啥好看，那你就配乳白底儿，中间做粉色渐变花心处做粉色渐变。好了，来，我们呢不那么费劲了，我准备了粉色胶，我就直接用粉色的10色胶给大家做豆沙粉色。OK， 来，我们直接涂粉色甲油胶啊。我画的这个樱花大，大家在画的时候画的小一点啊。我是为了让你们能够看明白我画的那个笔触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这个会画的略微大一些哈。照灯去，你看什么颜色配什么样子的款式，什么颜色配什么样子的胶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你像我这个菊花我就配的黄色，然后我这个呢用的紫色去搭配的玫瑰，然后这个就无所谓了啊，因为是白色的小花花。来看，然后接下来第2遍颜色啊。好了，第2遍颜色涂刷完毕后就照灯去，照灯啊，2半并1半，画出我们的小花来啊。我把这个笔尖擦一擦，洗一洗啊，因为我笔尖里面有一点点的黑色彩绘胶。刚才画这2个花的时候不明显，无所谓，但是画樱花的话就要干干净净的，所以说我接下来我要擦一擦啊，擦一擦。好了，来，然后要取白色彩绘胶啊。这里啊，你看这个发灰，这个是白的。好了，那怎么2半并1半呢？我们接着来啊，2半并1半，竖立着笔尖啊，在这里竖立着笔尖啊，画樱花的话，压下去，托起来1个半，然后接下来再来一个啊，竖立着笔尖压下去，托起来，这就是一个小花瓣了。有没有感觉像小心心的一样的感觉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樱花的话呢，就是竖立着笔尖儿，压笔抬笔啊，压笔抬笔，2半并1半啊，2半并1半，来再来。然后我们也要找5瓣花的花型的啊，在这里你看压转收啊，这里压收，这个能不能看明白？看明白的打明白啊！再来，你看压收啊，然后把笔就给它运成竖立的状态，压收啊，也是遵循着我们5瓣花的每一个瓣的定位点啊。你看压转收，然后这个地方压收，然后这个位置来压收啊，然后再来1个瓣，压收，小樱花就出来了。这个看懂的打懂啊，这个就是小樱花的一个感觉啊，压和收2瓣并1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花型，以后你们遇到的还有很多2瓣并1瓣的，比如说啊，我在这里给大家画瓣了哈，比如说2瓣并1瓣的，你看像这样子的2瓣并1瓣，对吧？这个也是啊，2瓣并1瓣的感觉。来，再来一个啊，来，你看2个瓣合在一起的也叫做2瓣并1瓣啊。然后你像百合花就是2瓣并1瓣的啊，感觉啊，这个就是2瓣并1瓣，所以2瓣并1瓣的这个大家看懂了吗？啊，2瓣并1瓣的5瓣花。2瓣并1瓣，看会的打会啊。2瓣并1瓣，分开的就是小樱花的感觉，合起来有点像这个百合的感觉啊。会了，嗨，老师画的容易，自己上手就会蒙。你这个就是要练的啊，你哪怕今天就练1个花型都行，你现在只要知道我的下笔压笔是怎么下的压的，
这个花型画出来就会简单但是如果说你连之前可能我让你竖立着压笔，你平着压了，这个花型咋也画不出来，能理解吧？竖立着压笔的时候就竖立着压，平着压笔的时候就平着压然后这个会了，你去画这个花型就事半功倍。那你像这个的话，我就是竖立着压的，让它的花瓣分开了。这个呢，我也是竖立着压的，然后我把这个花瓣就合起来了。你试试试试。这个还需要再来一遍吗？这个还需要再来一遍的，打需要，不需要的话咱就照灯了。要再来一遍我再把这个小樱花给大家画一遍好了，来，然后你看我扁着去取焦我扁平着笔尖去取焦，然后我竖立着笔尖去画竖立着笔尖去画，你看笔尖是竖立的，然后压拖抬收，一个瓣这不就出来了吗？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压拖抬收，这不就第二个瓣吗？对吧？好，再来压拖抬收，第二个瓣刚才的那些笔数我不是教给你们了吗？这些都是按照刚才的那些笔数组合起来的。好，再来压拖抬收，对吧？压拖抬收压拖抬收。为什么昨天教你们画圆形5瓣花、菱形5瓣花，其实就是为了找这些花瓣的定位的。看到了吧？你把这个花画好了之后，这些花的定位不就可容易找了吗？你就知道它呈现的是6，呈现的是大，呈现的是火。这个出来了花瓣的间距好难控制就是你再去下笔收的时候，你要观察这个瓣和这个瓣的间距，这个瓣和这个瓣的间距。其实雏菊笔画的5瓣花相对于来说随意性会大，它没有像拉线笔要求的那么严格，理解吧？你就是近点远点的问题都不大问题都不大。这个看会的打会了这个看会的打会，然后这个就照灯去照灯。最后我再送给你们一个超简单的最后我再送给你们一个超简单的，结合着这2天咱讲的内容好了，然后呢，我们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可以用甲油胶点点点，没有问题。中间的位置你可以用甲油胶点点点，点完了以后点完了以后就照灯去中间的位置照灯。接着拿拉线笔拉线笔取白色的甲油彩绘胶，画花心，画花蕊。这个花蕊呢，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梯小钉子的感觉梯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画花蕊。画花蕊的时候，你看我画的是梯，明白吧？花蕊画的是梯看。现在春天就是樱花开的季节，这样子画小梯就行了。好了，小梯画出来以后点小点，小梯画出来了以后点小点，花蕊就出来了。这个明白了吗？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把这个花蕊再来一遍，轻轻擦一下，要不然这个就擦掉了来看，小梯下来，小梯下来小梯然后这个地方小梯，小梯，这个地方小梯画下来，小梯画下来，这就是一个花蕊的感觉这就是一个花蕊的感觉。好了，接下来这个小樱花咱就可以照灯了花蕊画出来，小樱花就照灯。间距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去练的它不是说我教完你了这一个花型你就能掌握好的，就是大家你们去看一看23天的那个跟课的那个群，就是昨天晚上教课的宝宝的作业肯定是练了一整天的了肯定是练了一整天的，手稳，间距也稳，对吧所以说我们得练我们得练。今天的这个呢，就是讲的方式和方法，咱们通过这个方式方法，这些花你练个10个8个的就会了，因为这些花比昨天的那个花要简单。我说实在话，今天讲的这些，你别看它这个花画出来感觉很高级，
但是它比昨天的那个花型要简单。好了，我们这个上加固上封层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小樱花的质感就出来了，看出来了吧？这个小樱花的感觉就出来了啊。然后照灯去，然后这个呢，我给大家来画一画啊，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来画一画。这个小樱花咱们是咋画的啊？两笔并一笔怎么并的啊？来画出来啊！我在这里只画一个瓣做演示啊，就是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对吧？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啊，这样子就形成一个瓣了。这是两笔啊，一笔两笔。然后接下来呢，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再竖立着笔尖第二个瓣，对吧？然后再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再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啊。然后这个地方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再竖立着笔尖一个瓣，这里也是竖立着笔尖一个瓣，再竖立着一个笔尖一个瓣，这就是1 2 1 2 1 2 2啊，1 2 1 2这样子去画出来。然后如果说花瓣很难控制，它是哪一个难控制？它就是第5个瓣和第4个瓣和第5个瓣难控制，其他的还好一些啊。然后接下来我来讲第5个了，第5个叫做三瓣花啊，三瓣花。三瓣花的意思就是3笔组成一瓣啊，3笔组成一瓣，3笔组成一瓣的时候啊，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它叫啥名啊，我也不知道它叫啥名，所以说我就不写名字了。然后呢，我们也是竖立着笔尖啊，竖立笔尖，然后这个有一个窍门，在这里要说一下啊。然后这个三瓣花的组合是这样子的啊，我给大家画一下。我这里只画一个瓣就行了啊，一个瓣、2个瓣、3个瓣啊，然后是中间长，两边短，两边短啊，中间长，两边短，然后第1个瓣、第2个瓣压在第1个瓣的1/2处啊，第2个瓣、第2笔压在第1笔的1/2处。啊，然后第3笔压在第2笔的1/2处啊，怎么画呢？我一会儿教你们这个啊，来，这个呢就是小樱花的感觉啊，小樱花放在这儿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画三瓣花啊，三瓣花在这里我要教给你们第3种层次的方式啊，第3种层次的方法啊，是用什么呀？磨砂封层去调色，磨砂封层调彩绘啊，磨砂封层调彩绘，这个是什么意思？就用磨砂封层去润笔就好了啊，用磨砂封层去润笔。我今天讲的这个啊，大家练好了以后你们这些画花型的款式基本上是难为不着你了啊，不会被难为到不敢接单的状态啊。只要你把今天我讲的这几个花型练明白它，好了，来，你能做出来100多个版不带重样了啊。好了，来，然后呢，我们这个啊，也是涂一个浅色吧，涂一个深一点的这个卡其色。好了，来涂上去。这2个颜色都是我很喜欢的色系，而且这2个颜色应该是不显手白的、不显手黑的色系。好了，第1层涂刷完毕后照灯去，照灯。然后接下来第2层，这个我教你们3瓣并1瓣的5瓣花。然后这个啊，是我们通常最能见到的一种，啊。好了，来再来一遍。你们觉得今天的难吗？今天的难还是昨天的难？好了，照灯啊，这2层了，照灯都难。昨天的比今天的难啊，昨天的比今天的难，今天的还好，昨天的玫瑰难。我以个人来说的话，是昨天的线条玫瑰难啊。好了，来，我们把调色盘拿出来，调色盘上拿出来，我先教你们啊，层次方法，磨砂封层调彩绘啊。然后在这里，我们先去找到磨砂封层。好了，来，磨砂封层当润笔用啊，
啊，当润笔用。来看，来一点点。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磨砂封层润润笔啊，来回润一点点就行了。然后过来取彩绘胶，把彩绘胶取的这一层薄一点点啊，再来一下。好了，这个会不？看明白了吗？磨砂封层取彩绘胶，把彩绘胶调薄啊。其实昨天咱们那个玫瑰花是不是用的这个方式啊？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先去画第一层，我们用3瓣并1瓣的方式啊，你看1，然后第二个瓣压第一个瓣的1/2处，2、3，三个括，3个小括，3个小逗号，3个小逗号，第一个瓣就出来了，看懂了吗？第二个瓣压在第一个瓣的1/2处，第3个瓣压在第二个瓣的1/2处，能看懂的打能。又要练1天，不，你要一直练这个啊，入门了一直练，不是要练1天的。这个看懂的打懂，再来一笔，这个要一直练啊。然后你看1个瓣儿过来，2个瓣儿过来，3个瓣儿过来，啊，这样子去压的，能看明白吗？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这个能不能看明白？好了，接下来再重复看一下啊，再重复看一下，1个瓣儿，2个瓣儿，第2个瓣长，第3个瓣也短，3个瓣，看是看明白了，你画画试试，你画画试试啊。然后在这里再来啊，你看找这个第4个瓣的时候就比较的费劲了啊，中间可以再来一笔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反复去运笔的啊。好了，来再来，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这个小花就出来了啊。能还是竖立笔尖吧？对，还是竖立笔尖，因为它的这个瓣儿，你要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重点。如果瓣儿呈尖尖状的话，我们就竖立笔尖，然后我们的花形呈圆圆的状态，我们就扁平笔尖，理解了吧？啊，就扁平笔尖。然后这个画出来了，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竖立着笔尖哈，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画小逗号嘛，明白了吧？懂了啊，懂了，然后这里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是吧？好了，这个大家练一练啊，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啊，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花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花型。好，然后我们是可以在上面反复去操作画的。如果你觉得说我这个花型画的不好，你可以反复的去运笔去找这个花型的感觉。然后这里也是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3个小逗号组起来的。每组花瓣都必须一样大吗？不一定，不用，没有那么刻意。你看，没有那么刻意，非要一样大，看懂了吧？这个花就是灵动性就灵动在这儿，然后随机性就随机到这儿，你只要把它这个层次给它画出来就行了。懂的打懂啊，把层次给它画出来就行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照灯了啊。这个照灯，这个是带有磨砂封层的那一层，照灯去。懂了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笔擦干净，不带磨砂封层了啊，不带磨砂封层的就直接白色的彩绘胶，直接白色彩绘胶。然后这个也照完灯了，接下来再来看一遍啊。那么我们去做的层次花瓣的话，我们第一层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是不是？然后这里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是吧？我没有说这个花非要大小一致啊，因为这个它不像那些拉线笔画的花一样，我们非要大小一致的去画。这个我那个擦了它，有点不太那啥，层次的不是特好看啊。擦了以后了啊，然后我给它画在这个地方了啊。来，那样有点乱了啊，大家现在接受不了太乱的东西。1个瓣儿，2个瓣儿，3个瓣儿，这样层次行吗？这样的层次啊。为什么大家现在画的没有我灵动啊？我跟你们说一说，因为现在大家的手重，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巧劲儿还没有掌握好，所以就画的有点死板。但是你练着练着呢，把这个手的劲儿啊
给它怎么说，变得轻巧一点，不要太用力啊，不要太用力，这个巧劲儿掌握好了，再画就灵动了，再画就灵动了啊！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手重啊，就是这样一点手重，所以说你感觉你画的瓣不灵动。你看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就层次的出来了啊，层次的出来了。我们也是插扣去画，也是第二个瓣比第一个瓣要小。这是第3种我们可以做层次叠加花卉的方式啊，这3个方式我是穿插在这个教程里面给大家去讲的。第一个方式呢是透色胶叠加透色胶，第二个方式呢是我们中间花心做晕染，这是第3个方式啊。你看我这个就是画个4瓣的，它也好看，理解了吗？这个看明白的我就照灯了啊，这个看懂的就照灯去。好，来这里我再给大家画一下啊，我用那个啥，我用黑色的彩绘胶。来这个地方看这儿啊，这个地方看笔记了啊，看笔记。然后这个地方怎么画呢？看笔记啊，竖立着一个瓣儿，对吧？然后接下来再竖立着笔尖，第二个瓣压在第一个瓣的1/2处，然后第3个瓣压在第二个瓣的1/2处，这就是3瓣并1瓣。我以为收尾不好看是笔上胶多，但是老师笔上胶也多也能拖尾，就是你把笔尖要抬起来嘛，要抬起来，第2个瓣，第3个瓣，这个就是3瓣并1瓣的感觉。那这个呢，这个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压下去拖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压下去拖起来，2瓣并1瓣的感觉啊。那么2瓣并1瓣的感觉还有什么样子的？轻抬笔尖嘛啊，要把那个笔尖抬起来，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瓣儿顺下来，然后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瓣儿，看2瓣并1瓣，理解吗？啊，2瓣并1瓣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然后当然了，它也可以你扁平着瓣儿这样子去画一下，扁平着瓣儿这样子去画一下。鸡蛋花2瓣并1瓣，扁平着瓣儿去过来的，懂了吧？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扁平着瓣儿，我们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去画它。它这个花型是不是比这个更圆了？好，再来一遍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你看这个花型是不是比这个瓣更圆了？啊，老师笔上的胶是不是少一点好？我胶1多3瓣就来，少一点好，我都是刮掉了。我都是刮掉了，因为我这个胶的饱和度高，所以会大家觉得说我笔尖占的胶多，其实也不多啊，不多的我的这个胶，好吧？这个就是3瓣并1瓣，这个圆的3瓣并1瓣，这个是长的3瓣并1瓣啊。然后接下来我来教郁金香了啊，第5个、第6个了，第6个我来教大家画郁金香，第6个啊，郁金香。郁金香平常也都能用得到啊，所以郁金香为代表给大家讲一讲啊。然后这个啊我就直接封层了，这个封层。郁金香这个啊，其实更简单啊，但是它运用的是什么？运用的是曲胶方式啊，我们的颜色要融合的一个曲胶方式，和我们最基础的转笔、托笔、抬笔收的方式啊。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用透白色给大家做郁金香吧，因为我打算做紫色郁金香，这个我就用透白给大家做啊。郁金香可火了是吧？我让你们3笔做出来一朵郁金香，或者是4笔做出来一朵郁金香啊。好了，擦一擦笔尖儿，擦一擦指尖啊。这个我就涂透白色了啊，这个可喜欢了，学起来啊，学起来。郁金香最简单了，在这些花型里面啊，郁金香算是最简单的一个了。来，我们涂透白啊，透白打底，涂2遍啊。刚才我的调色盘上是有紫色的彩绘胶的，所以我接下来就要用到紫色啊。然后我教的是大家的一个曲胶方式去画郁金香啊。好了，照灯去。
这个也照灯完成了，这个放在这里。好了，来，然后我们的第二层啊，第二层颜色。好了，这一层照灯去啊。就是加上之前咱们学的魔镜粉线条法式，再加上这几天学的彩绘，大家练习打板的话，练习到100个板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不是在这儿说大家，真的，你就是通过这几天的学习，你做100个款式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来，还有晕染渐变结合起来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画郁金香了。来画郁金香的时候，我说了调色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用到的是这个圆涂光疗笔，或者是不是圆涂光疗笔，小雏菊笔或者是万能笔。我们先把这个紫色给它调淡啊，就竖立着这样调淡就行了。调淡了以后，来看，我们就在甲面上啊，给它压笔收笔啊，压平着笔尖收，没有问题吧？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再来一遍啊，这个有点小啊，咱们再来大的一点。你看啊，压可以转一转，也可以不转啊，收。这个就是花的其中的一个这个后面的花瓣啊，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大家想要把花钱画好呢，要学会花朵的透视关系，对吧？这个就是郁金香后面的那一层花瓣。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取带紫色的了。带紫色的这个大家来看啊，我是这样子去取的，这样子去取的。我们再去画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笔，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顺过来一下。你看啊，往这边画的时候，这个颜色是这样。往这边画的时候，这个颜色是这样，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们这样子去取色啊，反过来再取一遍。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画郁金香的这个瓣了啊，压笔、转笔、托笔、抬笔、收。好了，我们接下来反过来啊，深色的刚才是在左边，现在深色的在右边啊，压笔、转笔、托笔、抬笔、收。这个会了吧？这个会不会？然后我们可以再次的去晕笔啊，然后让这个颜色过渡的自然一些。你看，这个大家能不能看得懂？看得懂的打能啊，没有看懂的我就擦了再来一遍啊，没有看得懂的我就擦了再来一遍啊，没有关系，再擦一遍啊，不会，来再来一遍啊，擦掉它。先去把紫色和白色做一个调色，调成这种很淡的紫色的感觉啊，调淡紫。好了，调淡紫，我们的第一笔压、托、抬、收可以画的长一点点。第一笔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一次去晕笔的时候，你看啊，这是我的颜料啊，我的紫色颜料，我这样子去取这个颜料，能理解吧？我这样子去取这个颜料，那我取完这个彩绘胶了以后，那我接下来我就直接这样子去给它画出来的一个花瓣的感觉，是吧？然后呢，我这个现在颜色深啊，它是这边，那我这边的话，我就要调转笔尖，把深的那一面反向的在左边，再来一笔，再来一笔，润一下它。这个懂的打懂，就是3笔嘛。然后我说了，我这个要4笔把你们教会啊，4笔把你们教会。这个3笔懂了吗？懂了啊，这3笔都懂了。这3笔都懂了以后，我们接下来照灯去，照灯，照灯。这个挺简单的，是吧？把笔擦干净，把笔擦干净怎么办，宝宝们啊？来看，我去润这个笔，我又把笔润成了一个浅紫色，看到了吗？我又把笔润成了一个浅紫色，但是在这里我们在取胶的时候怎么取啊？你把笔尖竖立着歘在这个紫色里面，竖立着歘在这个紫色里面，这个有问题吗？把笔尖竖立着，光笔尖占了深紫，其他的地方没有占颜色，能看得懂吧？能的打能，看，对吧？好了，那咋办？我们就画最后一个瓣了。最后一个瓣，看啊，怼一怼笔尖儿，哎，下来，再来一笔，怼一怼笔尖儿，哎，下来。这小郁金香这不出来了吗？简单不简单？
这个简单不简单？会了的打会啊，会了的打会。为什么要这样子去画呢？你看这个花瓣，我这样子去画的话，它的颜色是不是在上面呀？你看，这不就是还是一个郁金香的感觉吗？你看这个是2笔的郁金香，这个是3笔的郁金香，啊，这个是3笔的郁金香就出来了，啊，再来一遍啊！你看我整个的啊，我再教你们啊，我整个的去调笔尖调淡色，笔尖整个的去填充淡色有问题吗？没有啊，最简单的对。然后我的笔尖去这样略微的去取一点点彩绘胶，只有笔尖去取胶，然后接下来一个圈转过来。再反一下笔尖儿，一个圈转过来，这不就是个郁金香吗？会了吧？我把这2个擦了啊，我把这底下的这2个擦了，我再给你们来一个，最简单了啊！来，我们再重新的调一调胶啊，调一调胶，然后我们笔尖上取一点的紫色啊，来再来看啊，最简单的是最简单的啊，来看，转一下，抬起来收，对吧？好了，这也转一下，抬起来收，简单不简单？好，然后呢，如果说我想要让这个郁金香再翻动一点的话，那你这个地方照完灯以后做叠加就行了，照完灯以后做叠加就行了，就出来了。这2个不一样啊，这2个不一样，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练一练啊。这一个呢，相对于来说上面这个难，下面的这个简单啊。然后这个呢，我就再来一下啊，一个、2个啊，好了。然后接下来再去取笔，再去取色啊，就是这个地方取一点点色，然后这里叠加一个啊，反过来这里再叠加一个，就出来了。最简单的啊，就是我们要取色去这样子画，会了吧？好了，那照灯去了啊，这个照灯。其实运用的方式就是我第1页笔记里面给你们写的那些方式啊，我第1页笔记里面给你们写的这些转笔的方式啊。郁金香，你看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子画，就很脏啊，弄在我的这个啥，没有照灯，它就是这样啊。然后好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用拉线笔给它画出来经络叶脉就 OK 了啊。这个地方花心永远和我们的花蒂是在一个方向的，花心永远和花蒂是在一个方向的。然后叶子压着笔尖转笔尖抬笔尖就是叶子啊，压笔尖转笔尖抬笔尖就是叶子，看到了吧？这个郁金香就出来了。老师教一下叶子的暗面吧。好的，来，这个郁金香大家画出来了吗？照灯去啊，照灯，这个挺简单的啊。我来教一教叶子的叶面啊，叶子啊，第7个吧啊，叶子。叶子咱们在画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我们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叶子吧，啊，这样子的叶子。然后呢，我们的叶子呢的暗面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的叶子卷曲，对吧？那么我们在卷曲的时候，你就从它的下方位置这样子去给它描深颜色，它就卷曲了。这个看懂的打懂，这个看懂的打懂，这个就是这种叶子的感觉啊。那么你像我们的郁金香也好，铃兰也好，这些叶子它是这种修长的叶子，那么我们再去转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夹在中间的位置。你看我加深的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就转动了？是不是这个叶子它就翻动了？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啊？这个就是叶子的一些翻动的感觉。如果你喜欢是平面的，那你就不需要加纹路；如果你不需要平面，你就加纹路。那我们这个纹路加在上方、加在下方都一样啊。你看，但是这个尖尖要细，这个地方要粗，然后连接过来这个地方是细的。你的这个叶子它是不是就这样翻动的了？明白了吧？关于叶子明白的打明白，关于叶子清楚的明白的打明白
啊，这个就是翻动叶子的一个感觉啊，翻动叶子的一个感觉。对对对，漂亮是吧？今天的这些花型啊，大家都多练一练啊，多练。作业不用急于交啊，作业不用急于交，然后我们早晚练好了再交就行了。然后这个你看，如果说这个我想给它叶子做翻动的话啊，我调个浅色，啊，因为本来我用的这个色就很深，我调一个浅色，我给你们做一个翻动的感觉，你们看看大体的感觉啊，顺下来加一点点，再顺下来。看懂了吧？描个边边就行啊。我把这个叶子再给大家做一做啊，你看顺过来，加宽，再顺下来，能看得懂吗？其实应该是对调的啊，什么意思？应该是里边是浅的，加深的这个是深的，明白了吗？那你像我画这个那个啥，我不把叶子做翻动了，我把这个郁金香做翻动。你看我郁金香做翻动的话，我想让我的郁金香有翻瓣的感觉，那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加深一下。但是要做连接，要做衔接的啊！你不能说我光翻动它了，我就不做衔接了。你看这个小花的感觉，是不是花瓣有向下翻动的感觉？然后咱们再做这个，一般花朵翻动的话是三角，理解吧？花瓣一般翻动的话，可以给它画三角的感觉。这些属于高级技法，我都没有在这儿讲啊。现在讲的都是些入门级的技法。你看现在这个小花花有没有翻动的感觉了？理解了啊？好嘞，稍等。今天讲的这些呢，都是入门级的啊，就是我们学完了拉线笔的彩绘，这些呢是属于圆笔彩绘的一种，是属于入门级的啊，入门级的彩绘。好了，然后我这个呢，最后就加固封层了啊，这个就是郁金香的一个感觉了啊。咱们用1、2、3、4笔画出来的郁金香的质感呢，会比你就是用甲油胶画出来的那个质感要高级啊，要高级。好了，接下来封层校正。笔顺的那几个第一页的那几个笔记的那些，大家好好练啊，大家好好练，去找找手感啊，找好手感了再去画这些花型就会好画。就是这一页，宝宝这一页啊，大家要好好的去画一画啊，要好好的去画一画，理解吗？就包括啊，竖立笔尖呈现的状态，平着笔尖呈现的状态，竖立着笔尖怎么拐弯，这些大家要好好的去练一练啊，这些是重点，好吧？来，然后这个呢就是郁金香。那么今天的作业呢，大家可以结合，我不做规定了，今天我不做规定了，我怕你们难为的哭。然后呢，今天的作业就是你们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把这些花型都练一练，行吧？啊，我今天不做强行的啊，哪个花要画，但是那个笔顺是要练的啊。这些大家都要练一练，关于花型呢，大家可以随意的去画。我画的是2层，给大家做演示，大家画1层就行。然后呢，玫瑰花、雏菊花、1瓣花、2瓣花、3瓣花，1瓣花、2瓣花、3瓣花，竖立着的花型啊，这是1瓣花、2瓣花、3瓣花，包括这个郁金香，你们想练哪一个就练哪一个转笔不太灵，哪一个转笔？哪一个转笔不太灵？单独的拿个奖片给大家说一说转笔啊。来，再重新说一说转笔啊，我们拿白色的彩绘胶啊。曲笔没有问题吧？曲胶没有问题吧？曲胶没有问题吧？好，来转笔啊，看，如果你是竖立着笔尖儿，你这个花型在画的时候，你想要让它很长，那么在转笔的时候，你就要长着一点给它转。然后在转笔的时候，大约是在整个花瓣的1/2或者是1/3处就要开始转笔了，理解吗？来。这个地方啊，再来一笔啊！你看我压笔转，大约在整个花瓣的1/2处或1/3处抬手。手怎么转？手不转，看，是你去拖动着这个笔尖转啊。手你看，手不动的，手不动，看，手不动的啊，笔动，
笔的笔尖动，通过用力去压住这个笔尖去动，通过用力压住这个笔尖去动。转笔不会转的宝宝，你们再加一个练习的感觉，就是转笔啊。手不动，笔尖动；手的话就是用力啊，笔尖动，理解了吧？这个看明白的打明白啊。